在贵州的大山深处，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别原生态的村庄。这个村庄啊，大多数人呢都已经没有人居住在这里了。咱们想要来到这里呢，也并非易事啊，需要开5-6公里的非铺装路面呢才能到达。这里啊，山川雄伟，景色宜人，空气清新，鸟语花香。我们看到很多木屋呢，好像都已经没有人居住了。整个村子的后方呢，是延绵数公里的原始森林。我的猜测呀，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保护区，住在这里的村民呢，属于集体搬迁的一个范畴啊。但是我们依然看到有极少数人呢，可能不愿意搬出去啊，依然留在这里。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要来到这个村庄的路线啊，需要从山的另一侧爬上山梁，然后顺山梁过来呢，才能到达这个村庄。而且整个路段都是非铺装路面啊，所以呢，行车也是要特别的小心。我们可以看到这几户人家居住的对面那儿呢，还有几栋房屋啊。这几栋房屋的居住位置啊，是在2座崖壁之间的过渡地带。这个地理位置呢，也非常的特别。咱们今天呢，就到这个村子里面探访一番。重点呢，咱们去这个悬崖上这几家人看看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已经把车开到这个村庄的上边了。大家看看我们说的那个悬崖上的几户人家就在那里。然后这个下方呢，还有一连串的这个废弃养殖场啊。我估计以前这里呢是养牛或者说养羊的，现在呢整个是废弃了。咱们现在是要把车开到下边去，然后在那边看一看，然后再倒个拐过来呢，才能到这里啊。现在我已经到这几户人家居住的位置了，就在我后方这里啊。这里走路过去呢，就是几分钟。然后我以为这里挺近，实际上我从那边倒拐那几户人家开过来呢，这里也还有1公里多的路程。这里呢，还真是一个与世隔绝般的存在啊。他们自己的3轮车还有摩托车呢，也能开到这个地方来。这个地方啊，可能是因为这个地质灾害的原因，所以人要全部搬走啊。这里有一个风险斜坡的地质灾害提示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房屋都没有住人，上边这个房子也是特别的漂亮啊，特别古老的这个房子，然后还装有监控，对吧？可惜呢，现在没有人住了。7住的房屋，而且是3、4、5大间啊，非常的漂亮。那边呢也有一些废弃的房子，然后这个下边呢也有2栋啊。我估计呢就是这一家人呢还有人在家里的，不知道主人家在不在家哟。在这里参观了解了一下，他们这里呢原先是6户人家，现在呢只有1家人留在这里搞养殖、养牛、养羊。为什么没有拍视频出来给大家看呢？因为是年轻人在家，而且我可能感觉到是有一些隐私的，所以就没有拍啊。这里呢现在是一个地质灾害预警的情况，也就是这几户人家的后山悬崖呢可能不稳，所以这里的人是全部搬走，然后不留在这里居住。他们呢也只是在这里养一下羊而已，可惜了这么好的地方，对吧？那咱们现在呢继续往这个山沟里边去，里边还有一片更加漂亮的地方，走。我现在呢已经在这个山间峡谷内了，那么我的车子呢是停在这个上边那个位置的，因为下方有一些石子路比较难走，还有呢有垮塌的地方，反正也过不来哈，所以我们就徒步过来。那现在呢从这里一直过去啊，大概还要走半个小时的一个路程。那么这边呢东一家西一户的还有一些房屋啊，远处的房屋呢已经展现在咱们眼前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地方呢真是隐在山中的一片秘境之地啊。
这里的海拔呢也不低啊，1100多。这里有一栋房屋啊，这栋房屋呢看样子已经废弃了好多年了，整个周围都是杂草丛生啊。这边还有这么大一个变压器，可见以前居住在这里边的人是不少的。这些地方呢，现在大面积的都是荒废的。从咱们这个镜头中呢，可以看到，这些土地以前都是非常的肥沃，对吧？现在都丢荒了，里边的人呢，也都差不多搬出去了啊。极个别的人还留守在这个大山里。我们从这个卫星的地图来看呢，可能只有这里这一户人家有人居住。里边的山里呢，有房子呢，好像都是杂草丛生了，应该是没有人住了。大家看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人来这里的啊，你看这个路面全部是蓝屎的。那么这里面这一家人呢，我估计是这一家，然后前面那儿呢还有2栋的破房屋。其实我想到那儿去玩一下，因为我从卫星地图来看的那个地方应该是挺舒服的，正好在一个水沟的边上，但是这里好像是过不去呢。过不去啊，它全部拦住的。我们到这个口子这家人去那儿玩一下。那有个老人家刚才给我打招呼的，就是这里，咱看到有个老人家住这里，刚才他还给我打招呼的。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名字啊，叫做干沟河，果然是干沟，这水都没有。我觉得就是名字起坏了哈，这沟里面没水。但是它这里不缺水的哈，山谷上有水下来的，吃的，然后养殖用的水是不缺的。你吃饭没得吗，老娘？吃了。坐。你刚才跟我说啷个？我把这个房门看下去是吗？放啷个？也是手机哦。啊，这是手机了。我看有啥有风，天上飞的有啥那个？哦，天上飞的我也有，但是没带。没得哦。啊，等一会儿我从上面放下来，可以飞到你这儿来，你看。哎呀，也是手机哦。哎，这还是手机，你一个人来我的哇？我一个人来上我。哦。你来这样做啷个？我原来没在这做。原来在这做哈。嗯。这些包裹是你种的啊？哎，种的啊。哦，啊，前面是有人来的养着呀？哎，现在还有。还有姓熊了。姓熊哈？哎，还有熊个鱼。他在那里搞养着呀？他那里没有，他那个有包裹，他是土生土长的人。哦，他也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。他底下人家要在养小熊嘛，他是养黄河镇杨八沟的姑娘，他在这棺材呀、邓家，他要喂猪啊，他要搞养的。二哥老娘也在这做啊？咱们三个了。你的三哥？哎。他还比你大点？他比我大几岁啊？他比你大几岁？他是3个月了。你贵姓呢？我们姓潘了啊。姓潘哦。你好大年纪了，老娘？今年要80岁。今年80岁。哎，不一样的。牙齿掉差不多嘞。牙齿半都没得。我就说你说话都牙齿没得嘞。哎，没牙说刮风啊，说话不明啊。哎，你吃饭呢？吃饭。不怕点人行了吗？做趴点哈。啊。哦。啊，现在就是你跟你的三哥啷个坐在这儿了？我们老家都在这儿。年轻的人都搬出去了呢。哎，年轻有点没人打工啊，还找钱嘛，我家人现在有啊。啊，等于这里就是你们2兄弟。哎，是吧？他不说话呀？他嘛，我一来他不参加。哦，哪个他都不说。我一来啊，匡和啊，天台们家里工人他都不参那个。他是一个人是吧？他没谈朋友嘛，他不是一个人。哦，就是五保了嘛，现在就是五保哈。啊，五保啊，没说朋友啊，又是五保啊，又是低保啊，养你有2万块钱嘛。那没得事，那生活没得问题。他为了个牛啊，我养家买起来。啊，他还喂点牛。啊，现在我那个，他为了我不那个喂牛。你没有喂哈？他187。今年87了。不一年的，你看嘛。耶，我看他身体还好嘞。
人买了人来了我，你是猴子的跑到屋头来呀？跑到树里说啊。这里就2个老人家住这里，他们是2兄弟啊。这个老人家说话呢，因为他牙掉差不多了，然后吐字吐不清，所以呢我也不太听得懂。然后他3哥呢一直不跟外人说话，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跟他交流。那咱们就往回走，而且这里面呢整个是没有任何的网络信号的，电话是打不出的，与世隔绝般的存在啊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开车经过非铺装路面都要走这么远的路程。哎，你们别看这里边只有几户人家，但是它每一个地方呢都有地名啊。比如说刚翻垭口下来，这里养殖的这户人家呢，他们的地名叫做丰永岩。再往下走，居住着2个老人家的这栋房屋，这里的地名呢叫做大土。下边的一户人家呢叫做学堂院子。再往里边走呢，地名叫做新雾基。再往山谷里边走呢，像是一个无尽的峡谷啊。整个这个地带呢非常的漂亮。我们通过这些地名呢，仿佛能够感知在远古时期呢，这个地方应该是非常的繁华。比如说学堂院子，充满了书香门第的命名味道，对吧？整个干沟河里边呢，应该是有10-20户人家。除了我们看到的这几栋房屋啊，再往峡谷深处走呢，这些山林里面我们还能看到废弃的房屋，也有很多已经消逝的房屋，我们现在是看不到了。我现在呢就是站在这个垭口俯瞰这个干沟河，大家看看，像一个无尽的峡谷延伸到无限远方的感觉啊。虽然说这个地方没有通铺装路面啊，但是呢这个毛公路呢是可以通到这里的。确实啊，生态环境这么漂亮的地方呢，咱们更应该把它好好的保护起来，给这些野生动物留足它们生存的空间。人类的不断繁衍不断的开发呢，给这些野生动物啊确实是造成了一些伤害的。应该大家团结一心，把这一片山林呢好好保护起来。如果大家有机会来这里玩呢，也可以到这里耍一耍。不过呢，保护大自然呀，人人有责，不应该在山里呢胡作非为啊。今天的视频呢就跟朋友们讲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在四川蓬安县啊，在我身后这个山顶上啊，有上千的摩崖石刻。到现在为止呢，已经有1400年的历史了，据说是唐代的时候刻上去的。哇，非常的久远哈，我们今天就打算上去探秘一下。咱们从这个山下走上来，现在已经走在这个山梁上了，到那儿呢大概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啊。走这个路上呢要特别的小心，这些都是野刺啊，一不小心呢就会把腿挂伤，所以在这个山上来看这种野景点呢，也是非常的难啊，这个路也难走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树上都绑有红布啊？那是当地的一些人或者说一些徒步爱好者，他们来了之后呢，就绑了这个红布，就是怕后面有人来呢，他们容易走迷路，所以说呢，就跟着这个绑红布的这个树往山上走呢，就不会错。走到这个山梁上呢，我们发现这里有一块牌子哈，蓬安县文物保护单位千佛岩摩崖造像。这个牌子是1988年公布在这里的，距今1400年的摩崖石刻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1400年前这个地方是多么的繁华，在这山野之间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工程量。这个地方呢，咱们已经看到了佛龛，也就是以前的那个摩崖石刻。咱们还要继续往这边上，那儿拴有红布，还没有到达那个崖壁的位置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千佛寨的寨门呐。大家看看这个地形啊，非常的险峻，属于易守难攻的一个地形。那么我们走到这儿呢，就能看到一些摩崖石刻了。看看这个刻的一个什么造型，一个圆拱门，下边是一个正方形的抠进去的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
当年是不是这里面应该也会放一个佛龛，只是没放而已。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位置，做有一些毛笋的一个结构，有一些孔洞啊。那么这个崖壁上呢刻有南无阿弥陀佛。那么这一面崖壁从这个寨门走过去呢，那边就是千佛寨了，就是上千的这个佛像的摩崖石刻啊，非常的震撼。这个地方大家来看一下，是一个三体大佛，然后正好在这一片崖壁的头部的一个位置啊，然后特别的大。那么是一个弥勒佛，这个应该是弥勒佛啊。上边呢他们有盖一些这个瓦片，然后可能是防止风化。那么这一尊弥勒佛看起来也是挺帅气啊。那么这边的佛像呢，全都是镶嵌在这个岩体上的，大大小小的有上千。那么就在这一片崖壁上啊，可能有些地方呢看得不是很清楚，那我得用无人机给大家展示这个视角。我们过了寨门之后呢，就来到这个崖壁的一侧，然后看看这里也是一个佛像，那么也是镶嵌在这个岩石上的。包括这边也有2位啊，我们明显的看得出来，这个石刻距今的年代就非常的久远啊。包括上边这一个佛像，我也不知道是谁啊，反正是很高啊，这个有10多米啊，有10多米高，哇，特别震撼啊！全部都是镶嵌在这些崖体之上的。这里这个神像呢，他手上好像拿着一根鞭，是不是拿着打神鞭啊？咱看不太清楚，头部呢已经被这些藤蔓给网住了，是否这个石门里面是有玄机的？因为大家来看一下哈，这个下方全部是这个大青石的条石，经过石匠来打磨之后呢，把这下边给封住的。或许这一道石门里面有什么秘密，咱也说不准哈。这边好像是一个古墓啊，镶嵌在这个崖壁底下的岩体中的，上面写有玄妙蓬瀛，是吧？然后这些雕刻非常的精美，顶部那儿还放了一个葫芦，两边是2条龙吗？这个古墓呢，据传说是一个姓黄的道人，他是清朝末年的人啊。一直在这个千佛寨上修道，也不知道他活了多少岁啊，人们都称他为黄老道。后来呢，黄老道过世以后啊，就葬在了这个石墓里边。但是非常不幸的是，黄老道过世几十年之后啊，千佛寨下面的一个叫朱光泽的农民呢，就跑上山来，竟然将黄老道的这个墓室给打开了。往这个下方走了3个台阶呢，就看到一口棺材。打开棺材呢，发现黄老道的这个尸体呢，竟然还没有腐烂啊，须发雪白，鲜活如生啊，仿佛就是睡着了一般。我们看这个古墓的这个右侧这里啊，就是被盗过的痕迹。那么是从这个地方开之后，从这儿进去的。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视野。为什么这个千佛寨上有这么多的佛？为何又要把这些摩崖石刻刻在这一座崖壁上呢？想必大家看到前方的场景就应该明白了。这个地方就是俯瞰河山的感觉。看一下整个下方，一躺平，就是我们身后这里有一座高山崖壁。所以说呢，这些佛像刻在这儿，它是有原因的。这个崖壁的下方呢，是有一个庙宇，里面呢有一些菩萨呢是供奉的。石刻的部分呢，我会给大家拍来看看。但是供奉的菩萨呢，咱们是不能随便乱拍的哈，只能给大家拍摄这个石刻的一个部分。我们在这个庙宇旁边的空地上啊，有看到2张石桌子。这个石桌子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，而且大家注意看啊。咱们现代人坐的桌子呢，都是4只脚，
但是它这2张石桌子呢，都是3个石头顶住的。而且特别神奇的是，这个石桌子竟然没有配凳子。据说在晋朝的时候啊，这里发生过一个神奇的传说故事啊。在个山下有一个人啊，拿着一把斧子到这个山里来砍柴。到了这个崖壁下呀，就发现这个石座旁边有2位老人呢在下棋。他就在这里看他们下棋。等老人下完棋，问王字：“你怎么还不去砍柴呢？”说完，他们就不见了。但是砍柴的王字呢，这才想起来要去砍柴。谁知道他低头一看呢，手中的斧子和木柄呢都已经腐烂。最后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山的。当下山走到村里面，才知道已经过去了100多年，让我们不禁感叹，真是山中一日，世上已千年呀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面墙啊，就这一面小小的石壁上，就刻了非常多小型的这种佛像，一整面都是。就这一面的话，应该也是好几百了啊。这一片大家看看，这一片也是跟那边的形态差不多，但是这一片呢，可能雕刻之后还没有进行上色，所以我们看不出来它整体的一个形态，只能看到一个轮廓。这个就是上千年前的一个杰作，可以看到这边呢已经风化了，因为以前的话它并没有盖这些瓦片。这个山上呢，咱们还发现了一个废弃的木屋，2个呢，那边也还有一个房子。咱看一下这个房屋呢，也是非常多年没有人住了，整个已经快要倒塌。可能以前这个地方呢，本身也住有几户人家啊，然后后来因为交通不便是吧？公路也没有通上来，所以呢，就整个搬走了。咱们可以这个看看房间里边，这儿是一个灶台，那么那边呢还有土墙，这边有很多的瓦片都是放这里的。那个就是以前的床了。然后你像这里走过去，那边还有一个房子，因为这里是荒凉的野路了，咱就不过去了，而且杂草丛生啊，也担心这些草丛里面会有小动物啊、蛇呀之类的，所以咱现在呢就只有往回走了。这个千佛寨的悬崖峭壁上呢，早有上千的大大小小的菩萨造像啊。从这个数量上来讲呢，可谓是名不虚传啊，真正的千佛寨。它的历史也非常悠久啊，始早于唐代，经历了宋元明清啊前前后后上千年的岁月洗礼啊，现在依然在这个深山中啊保存完好，实属难能可贵啊。我们从空中的视角看呀，这个地方选的也是非常的奇妙。前方呢是俯瞰大好河山的这种架势啊，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山的后边，它其实是多脉相聚的一个地形啊。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山顶这2栋房子的边上呢，有一口天池，看到吗？这个天池它是在山顶上的，而这个水呢是常年不干，这个天池也是深不见底的。在这个山顶上有这么一个天池，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，也是非常神奇的一个点啊。整个这一些石刻呢，看去栩栩如生啊，虽然经过了千年的洗礼啊，我们现在依然能够看到它很清晰的这个轮廓啊，也有幸能够在这个地方呢见到上千年的这种摩崖石刻啊，看着这些栩栩如生的石刻呢，仿佛千年就是昨天，恍如隔世啊。真的有那种山中住一日，世上已千年的这种感慨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在重庆合川区的澄江镇，我们发现了一大片还没有建好就废弃的别墅。这些别墅为什么还没有建成就已经荒废了呢？看去真的是太可惜了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就在这一片未建好的别墅区内啊，看看像这一栋的话，刚好搭好框架，很多工程都还没有完工。那么这里面的这些通道啊，
两边都是长满了这么深的杂草。这个是别墅内部的一些通道，哇，这个都感觉让人有点不太敢往里边走。我们从空中看的话没什么感觉，但是走在这里面，你看这个杂草丛生啊，已经是比我都还要高很多了。这些马耳草，那么这个上方呢，就是大片的像这样的只建好了框架的这些别墅群啊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废弃在这里的。我感觉我走到这里都不太敢往前走了。看看这些路边，全部都是杂草，这里有好多的这个葛藤都长了这么茂盛了。然后这个上边呢，也是一整片的一个别墅群，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塔吊上面都是锈迹斑斑啊。这个工地呢，停工最少是超过5、6年以上了。不知道它这个房屋内部的结构是怎样的，下方呢都还是框架，包括这边这些呢都还是这种框架的一个结构。这个别墅还是修得非常的漂亮的，非常的可惜啊，这些以前全部都是水泥地，你看这个水泥地下都已经冒出了这么多的杂草出来。这个地方好像可以走过去，咱走过去看一下。这一间屋子是封闭的，你看这些构树都已经长过来了。那这里边来看一下，哇，非常的凉快啊！这个房屋的构建还是四通八达。你看啊，走到这个房屋里面呢是凉风绕绕，看一下，视野非常的好。然后你看这里又是杂草丛生，这边一大片的都是相同的房屋，特别的可惜啊。你像这一片的话，它那个框架打好之后，这些砖都已经做好了，顶也封上了。这什么原因这些别墅全部荒废在这里呢？太可惜了。看这儿的风景也非常好，这一片别墅它是建在这个山腰的位置，整个视野也非常好，然后空气环境整个都非常的不错。从这里这一片废弃别墅的这个规模来看呀，整个房地产开发的项目最少是上亿的价值啊！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这个项目呢半途而废，就废弃在这里了。是老板的资金链断裂呢，还是什么其他原因？反正我觉得呀，应该不是什么小事，是遇到了大麻烦，这个项目才停在这里。大家觉得这些别墅群为什么建到一半就停掉了呢？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在重庆武隆白马镇的大山里啊，我们发现一独户人家居住在悬崖边上，环境非常漂亮啊。咱们过去探访一下。要来到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呢，非常不容易啊，需要经过这样的36弯、76拐公路。咱们的车子呢是停在这个路边，这上边是公路，去到这一户人家呢，需要走这样的小道。大概是半个小时的路程啊。这个路边呢，长了非常多的马耳草、茅草。这2天走在这个山里啊，就是有这些好处。山上有各种各样的刺泡，都已经成熟了，可以采来吃了。看一下。超级甜。这个地方还用水泥打了这个串户路，可能是一独户人家居住在这边，通公路实在是造价太高，所以呢，这里打的是这个串户路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路面上都有用这个水泥铺一下，然后从这个小道走过去，还要走一段时间才能走到他家，大概10分钟可以走到吧。
我走过来的这一片地方啊，全部都是杂草丛生啊，而且这个草长得特别旺盛。我觉得这边这一户人家他拥有这个下半部的整座山，而且这上面的草呢也非常的好，我觉得应该大力发展养殖啊。看看，就住在悬崖边上，房子后面就是悬崖峭壁，然后这儿好大一片的平地啊，这边种了好多的玉米。哎，这里有个老人家在这里。哎呦，吃饭没到老娘？你早啊？你是一个人吗？啊，一个人吗？我们本来是5个人，我是跟着我们4个姑娘，我们跟到幺妹的。哦，你4个姑娘，哎，跟到幺姑娘的。哎，跟到幺的。哦，你贵姓呢？啊，贵姓呢？我姓谭。姓谭。对，姓谭。好大年纪了？82了。82了。哎。现在你是一个人住这里吗？哎，现在我在调出去，现在我在调出去的。我也是黑的湾，我们姑娘一结婚呢，就是我跟着老幺嘛，他就找他进去，这地方搞人呐，好像都不习惯这个手续。等于你现在是在这儿跟到姑娘住是吧？哎，现在我们就是跟着姑娘的。哦。姑娘在地嘛的噻。你在这儿都好多年了哈？我晓得了，10多年了。都10多年了哈。要对20年了。那你女儿他们在哪里呢？女儿吧。女儿啊。女儿在别嘛的，别嘛就有他们妈妈。哦，你刚才说的她生病了哈。大家看一下哈，从空中看的话，咱们还感觉不到啊。当你走到这里来之后，你发现这边真的是非常大的一片平地啊。就这片平地都有几十亩，而且这个地方原先居住的人，我跟你们讲，肯定不简单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有几座古墓，看一下，这里排着3个古墓，我判断不出来到底是哪个朝代的。然后上面还刻有一些动物、人物的一些图像，啊，这个雕工非常的精美。但是它这个墓前没有任何的这个文字记载，只有这里看到有一个佛字。这个圈里面是喂养的一些鸡。我们走这儿来看一下，这边还有特别古老的这个土墙。哇，那2只小猫咪，小猫咪。这个房屋都是11住的。这个房子大家来看一下，这边堆的好多各种各样的农具、背篓，然后这个斗枪啊、簸箕啊，这个米筛啊，是吧？各种各样的农具，这堆了好多。这个房子也是非常古老的存在啊，看看。两边都是土墙，然后这个中间呢是建的木房，这个木房呢也是上百年了，看这个造型都是最少上百年的一个造型。这边是住人的，这个土墙是喂牲畜的。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一小间一小间的，这里面是喂的牲畜啊，我还以为里面住人的。这个地方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哈，朋友们。那边就是悬崖峭壁，在房屋的前边这儿呢，有一大片的平地啊，大概有几十亩地。然后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竟然发现有几座古墓。目前我不清楚到底是哪个朝代的，上面没有看到有文字记载啊。所以说，我们从此可以推断这个地形不简单啊，可能在几百年前甚至更久远的时候呢，就有人居住在这里了。这一片土地上啊，也种有好多的果树，有枇杷呀、李子啊、梨呀，我都看到有，还有
橘子。那么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地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地形啊。从那边的古墓咱们就看得出来，最少是几百年，甚至有可能上千年的一个历史。哦，小狗儿，小狗儿，我要走喽，我要走喽，拜拜哈。这小狗儿特别听话呀，我到这儿来它一点都不咬，你看，它都想跟我走。好了，拜拜啊，真可爱，拜拜。好舍不得我呀它。然后现在呢，就是刚刚跟我们聊天的那个老人家，他住在这里。这个房子呢是那个老人家他的4女儿家的，他呢是10几年前跟着4女儿到这儿来的，所以说他可能对这个地方呢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啊。种了这么一大片的这个地啊，特别勤劳的老人家哈，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如同世外桃源一般的美景哈，太漂亮了。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我在四川的阆中古城，它和云南丽江古城、安徽徽州古城、山西平遥古城并称中国4大古城。但阆中古城呢是存在感较弱的那一个，但是它的历史也是非常厚重的，至今已经2300多年。自古以来就是巴蜀军事重镇，三国时候的张飞呢就曾在此驻守7年多的时间。阆中古城风水文化独具特色啊，地处四川盆地北缘，嘉陵江的中游，由大巴山脉、剑门山脉和嘉陵江水系交汇聚集形成。三面江水抱城，其山川形势独特，山水城融为一体。城市选址是按照中国古代风水学的理论为指导选择的。阆中古城的建筑风格体现了中国古代居住风水观，棋盘式的古城格局啊，融南北风格于一体，形成半珠式、品字形、多字形等多种风格迥异的这个建筑群体，是中国古代建成选址天人合一的完备典型范例。桑植境内山清水秀，生态环境优美，独特的气候条件使得当地茶叶味道层次更加丰富，茶叶的品质也因此得到了提升。人们常说，好山好水出好茶，正是因为桑植地区独特的气候条件，才能种出如此美味的茶叶。桑植白茶的质量与存放时间也有一定关系。白茶在采摘后的第1年可饮用，品质良好；第3年时，茶叶更为充分的发酵，口感更加丰富，具有药用的作用。到了第7年时，茶叶已经成为稀有宝贝，口感更加出众，价格也随之上升。桑植县是我国白族的第2大聚居地区，所以桑植白茶还结合了当地白族文化特色，根据风、花、雪、月元素制定了茶叶的分级标准。
这些标准不仅仅是对茶叶的质量要求，还体现了当地白族文化的独特魅力。所以，前往桑植旅游，除了可以欣赏到山川美景外，还可以品尝到正宗的桑植白茶。无论是饮用还是收藏，都能够品味到这种优质茶叶带来的独特韵味。在重庆江津的大山里，我们发现了上百栋的联排别墅荒废在这里，没人居住。这些别墅的价值何止上亿啊！为什么这么大片的别墅会荒废在大山上呢？咱们今天去一探究竟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片荒废别墅的山上，看一下我身后那些地方全部是茅草，还有这边，这里连着是好几排。那么我们从空中看的话，这个应该是最少有上百栋啊，全部是荒废在这里，没有任何一栋有人居住。这些别墅呢，都是建在了大山上，这个地方真是空气清新，鸟语花香，这么好的环境，这么多别墅为什么会荒废，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啊！我们走这里随便走一栋进去看一下，这些房子呢，实际上建好之后都已经进行了装修。这边有玻璃门，对吧？可能已经居住过人，然后后来又没有住了。看看对前面的那个门都是坏的。那我是不进人家房门的哈，所以呢，我只能在边上看一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一栋的造型呢，就是这样的，全部是这样连排建在一起的，整个建筑风格看去也是很漂亮。比如说像这里啊，它其实就是2栋，那么所有的这个房子建筑风格基本上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这种双排的这种别墅型。这边又是2排，这么好的房子啊，这么好的环境，这么多的这个别墅房，没人居住。我呢也不用全部都去转了，因为每一栋的房屋呢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造型，那么确实是让人很费解。这么好的别墅群，然后又建在了山上，环境也非常好，为什么会荒废在这里？百思不得其解哈。但是当我把无人机飞到空中的时候，我还是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了一些问题。大家先环顾一下整个别墅群的四周，前面是一条江，整个别墅群所建的位置呢是中间一个山峰上，也就是建别墅群的这一个小山峰啊，整个周围全部都要比这个地方矮，所以这个地理位置应该是非常重要。那么当初在这个地方建了上百栋别墅呢，也可能考虑到这个因素了。从地理的角度来说，或许在这个地方建了上百栋别墅，居住的人过多的情况下，会不会对下方的哪些区域有影响？当然喽，这只是我自己的猜测啊，否则我找不出任何的理由说这么好地方，这么好环境，这么好的别墅荒废在这里，没人居住。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荒废的呢？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哈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在四川剑阁县的剑门关，这里被称为天下第一关隘，险峻无比啊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也是川蜀之地的北大门。一旦这里被攻破啊，将是洞门大开，川蜀危也。人们常说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，蜀道到底有多难呢？今天咱们一起去体验一下。现在我们眼前的呢就是关楼，上边写着天下雄关。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哈，两边都是崖壁，然后
确实是那种特别显要的那种关爱啊。一旦冲过这个关卡呢，就是一马平川呀。所以这里自古以来呢，就是兵家必争的一个地方。大家从这个视角来看，非常的险峻，整个狭窄通道过去呢，也有1-2公里，然后它的最窄处只有50米。这个地方为什么被称为巴蜀咽喉呢？我们从航拍的镜头来看啊，左右小剑山和大剑山向两边无限延伸的这种感觉，就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。所以说它被称为天下第一关，那是有道理的。要在这个地方攻下剑门关，你基本上要5倍甚至10倍于守军的兵力呢，才有可能成功。三国时期，诸葛亮6出祁山，包括后来的姜维9伐中原呢，都是经过这里，再往陕西汉中那边走。诸葛亮北伐6出祁山，为什么都没有成功呢？首先，第一个呢，他的这个国力是比较弱的。曹魏都是北方大平原，所以在冷兵器时代，他们的粮食啊各方面都要比这边要强很多。所以说，不管是古代战争还是现在呀，比拼的都是一个综合国力啊。而且那个时候啊，诸葛亮跟这个川蜀的文官呢，他们之间也有一些分歧。所以说，诸葛亮的北伐呀也不顺利，经常呢被召回四川来，那么也贻误了一些战机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如果刘备不伐东吴，或者庞统还在的话，他们或许能成功。因为诸葛亮的用兵呢是稳中求胜啊，而庞统呢就是剑走偏锋。那么像赤壁之战大败曹军就是一个例子啊，不光是诸葛亮、周瑜的功劳，庞统呢也有很大的功劳。他到曹营去自献连环计，是吧？才让曹操把这些战船呢连在一起，才有了火烧赤壁的伟大胜利。关羽失荆州后，后来张飞又被杀，所以刘备呢就一气之下特别恨孙权啊，举倾国之兵呢伐吴。但是在伐吴的途中啊，自己又小看了东吴的大都督一介书生陆逊，结果呢被陆逊在夷陵火烧连营700里，大败而归，退守白帝城。正是因为这次的失利，刘备也悔恨自己托孤白帝城，至此呢川蜀也是元气大伤啊。所以说，在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呢，其实是强而为之了。刘备如果当初听诸葛亮的话，不伐吴，转而伐曹魏，而庞统又还在的情况下的话，我觉得他们是有可能成功的。不过这只是如果啊，历史就是历史，已经不能改写了，只是替他们有些惋惜啊。进这个剑门关景区，如果你能背诵《蜀道难》的话，是可以免门票的。我们进来的时候正好看到有几个高中生，他们就是背《蜀道难》进来的，我让他们背诵一段给大家听一听啊。妹妹，你们从哪儿来呀？甘肃。来了几天了？来了2天。你们是买票进来的吗？我们2个是买的票，我是背的《蜀道难》。哇，你还会背《蜀道难》？能不能给我们背一遍？可以。《蜀道难》李白：一去兮，危乎高哉！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三重几余伏，开国何茫然！尔来48000岁，不与秦塞通人烟。西当探白，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。地崩山摧，壮士死，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。上有六龙，回之高标；下有冲波，逆折之回川。黄鹤之飞，尚不得过；猿脑欲度，愁攀援。青泥何盘盘，百步九折，营烟峦。门生历经两栖息，一手福音作长叹。本区西游何时还？为土谗言不可攀。但见飞鸟吼古木，雄飞雌从绕林间。又闻子规起夜月，愁空山。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使人听此凋朱颜。连峰去天不应是，苦松倒挂已绝壁。飞湍不流真仙辉，天涯转世万壑雷。其前也如此，继而远道之人忽为忽来哉。剑阁峥嵘而崔嵬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所手或飞青，化为狼与豺。招臂猛虎，西避长蛇，磨牙省血，杀人如麻。锦城虽云乐，不如早还家。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侧身西望，藏资阶。现在我们经过了1-2公里的路程啊，来到了鸟道的下面。
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啊！今天咱们就上去挑战一下啊！到了鸟道下方呢，它是有2条鸟道，1号和2号，1号往左边走，2号往右边走。我们走的是2号鸟道。2号鸟道上去之后呢，就是一直步行出景区，大概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。所以说体力不支的人呢，最好就不要来挑战。这就是蜀道，大家说难不难？哎呀，这个路几乎是90度垂直。这3个妹妹挺厉害啊！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自己爬的时候没感觉，看着人家爬有点吓人啊。下边就是万丈深渊，下去就嗝屁了。你往前，对对对对，啊，就这样拍一段视频就行，走吧。还要过天梯峡，下到峡谷，然后再上到山顶啊，一路真的是艰险无比，但是也是风光无限啊。那如果体力好的人呢，肯定可以来这里看一看平时看不到的风景啊，还是非常的漂亮的。每当看到这样的古迹啊，我们都不得不感叹泱泱华夏5000年。每当在这个国家危难之时呢，总有人站出来保家卫国、救国救民，才使中华5000年的文明生生不息啊，从未熄灭。咱中国人真的是太厉害了，点个赞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在四川南充的百牛渡江景区啊，待会儿呢，这里就有100头牛从这里横渡嘉陵江到对面的太阳岛去吃草啊，那个场面还是非常壮观的。8点半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会统一放牛。今天起了个大早啊，还跟大家拍了一段延时，哎，非常漂亮，来欣赏一下。现在呢，当地的村民已经把这个牛赶到这儿来了，等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么壮观的场面了。阿姨，你们也起了个大早，专门来看这个渡江是吧？我们在这儿哦，你们家住哪儿的？我们是成都的。成都的？对。跑这么远来了？哎，专门来看白牛渡江啊！成都到这儿不是几百公里吗？100公里也没很远，3个小时就到。昨天晚上是在这个蓬安的是吧？我们这儿耍几天了？耍了几天了？哇，都是来看这个百牛渡江。对，好嘛。哎，一儿3天，我们还有这个，我们在外头跑，我在外头去不来。
现在咱们要从这个地方坐船，然后到对面太阳岛去看一看啊，上面风景很好，那些全部是绿色的草，过去拍照呢也很好看哈。坐船过去看的人也挺多的。这个就是船的方向盘哦，这就下岛了啊，好多人都坐船过来的。哎呦！然后在岛上玩一会儿啊，玩个1个小时、2个小时呢。待会儿咱们又坐这个船，可以返回到对面去。这个岛上的面积是非常大的，岛呢叫太阳岛，它是一个孤岛啊，整个四周呢都是被这个嘉陵江所环抱的。以前呀，他们对面的牛是直接可以走到这个小岛呢，应该是20-30年前吧，下游也就是千里嘉陵江第一坝那个地方呢筑了一个堤坝，就把水呢蓄起来了，所以这个地方呢也被淹没了哈。然后以前的主江呢是在对面，那么它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岔口，所以说现在呢整个这个岔口都已经被这个江水所淹没。这些牛呢想要过来吃到这边小岛上的嫩草呢，它就必须要横渡嘉陵江呢，才能来到这个小岛上啊。从对面坐船过来呢，10块钱的船费啊，包括来回的一个往返费用，非常的便宜。来到这里你不坐船，在这个小岛上来走一走呢，就有点遗憾哈，因为这个上边全是一片绿色啊，看着心情都很好，非常的漂亮。他们这些牛呢，不是一家人的哈，是当地很多村民的。然后每天呢，固定时间从这个地方放牛过来。特别神奇的是，这些牛回家的时候啊，他们都会知道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你们说厉害吧？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边是有一个栅栏的。注意看了一下，它整个小岛上呢住着有好几排的这个栅栏，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这一片草地给围起来。那么这个牛群在吃草的时候呢，它就不是满山跑，它是有路线性的。比如说这片的草被吃的差不多了，对吧？他就把这一片栅栏给关掉，然后牛群呢又到另外一片去吃草，这样呢就做到了很好的循环，让这个草呢能够循环去生长。那这些牛呢，它就永远有吃的。所以说这个栅栏它是非常科学的啊。他们一起坐船过来的人呢，也是东一个西一个的分散。现在这边呢就是牛群啊，看着非常的壮观吧。这个100多上200头牛在这个上边，哇，这个百合给飞起来了。这个上面有很多的百合，大家看看，飞出去了。这里呢就是牛在这边放草啊，哇，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啊！这么多的牛在这里。你吃别管我。你吃你的，你干嘛呢？这个小岛上啊，确实是非常的漂亮啊。这些牛也不容易啊。我们时常说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”哈。你看这些牛呢，它们为了一口草吃啊，也是挺不容易的。一大早的从这边渡江过来，然后在这上面吃草。那么天气热的时候呢，他们也到这个江里面去洗个澡，对吧？困了呢，就在上面休息一下。反正从早上8点半过来之后呢，大概是下午5、6点钟呢再返回去。那么一来一回呢都要渡江，在这里吃一整天的草啊，吃得饱饱的，然后再渡江呢，可能又要消耗掉1/3的卡路里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做牛也是挺不容易的啊，为了一口吃的横渡嘉陵江。现在这个放牛也看完了哈，遇到一个上海来的阿姨，阿姨这个牛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，打个招呼。这是上海的王阿姨，非常好看，有趣。什么时候去我们贵州玩？去是去过了，下次还要去。下次去贵州特别好看。下次去要找我吧。好嘞，一定找你。到时候我给你当导游哈。找小周。小周，老周在前面。对。
在重庆丰都季龙镇的大山里，我们发现一户人家居住在悬崖峭壁下的山洞之中，整个建筑看去就像是镶嵌在崖壁洞口。这个地方地处深山峡谷，交通便利，环境优美啊，犹如世外桃源一般。来，两我拿两瓶酒给你。啊？拿两瓶酒给你。我们不吃酒。有客人来可以了。你拿到嘛？你拿到嘛？不要，我们不吃酒。真的，你拿到嘛？又不客气，我来过你们这儿的。哎呀，你哪次来过的？应该是正2月间来过的。哪天了？啊。哎，你是贵姓呢？我都又搞忘了。我说你贵姓呢？我姓黄。姓黄哈。那个叔叔呢？他姓罗。他姓罗。哦。现在就是你们2个人在这里。哎。这几个是鹅吗？是鸭子哦？鹅子。鹅哈。这会儿来你们这儿要好看点了，哎，包裹都长起起来了，哎，树也长好了。上回来就没得那么好看的。这个阿姨他们家的这个院子啊，还真的是像世外桃源一般，人就居住在这个岩洞之中啊。前方就是一个大峡谷，而且它这个地方呢，公路也是通到家门口的。这个门前这一片院子打造的非常漂亮，这边种了好多的这个桃子，看一下都红了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瓜，这儿种的是红薯，然后这边种有南瓜，还有这种不知道什么瓜哈，你看还种有黄豆，还种有这个豆子。这个豆儿啊，这边还种有花，这个门前还有一排的树，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它这儿都种的有，看得出来这个阿姨啊，特别勤劳的那种人。他们家这个桃子也结得很好，这个是那种嫁接的那个桃子，特别的甜。这些特别高的这个树是杜仲啊，刚才我们认识，我走近了认识了。杜仲呢也是一种中药材哟。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房屋啊，好像是镶嵌在这个岩壁的洞口，看着呢像是4层的一个结构。这个下边这里有1层。然后我估计以前呢，就是在这里面喂牲畜啊，牛羊啊、猪啊之类的。这个阶梯呢是弄得有15阶，所以它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。那么，当时为什么这个地方要用这么高的梯子呢？人不住在下面呢？可能也是为了安全考虑吧。因为住在上面呢，它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这种感觉。我们走上去看一下，
上来的这一层呢就是住人的，但是它这个房屋呢建的比较低矮一点，看一下，比较低矮，这一层它也没有住人，就是第2层也没有住人。这边有上锁，这个有可能是住人的房间。那么从石梯上来之后，它这里还有一个木结构的这个楼梯。再上来之后呢，咱们就到第3层。第3层可能是住人了，这边有上锁，然后这边呢也有一个房间，但是这个确实是比较低矮啊，只有大概1.7米左右的一个层高啊。这个2层呢都是1.7米左右的层高。那从这儿走上来呢，就到了这个靠山靠石的这个地方了。这边上来呢，这儿有放了2个冰箱，这里就是靠墙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他们的这个祖先都是供奉在这个位置的。这边走过来，哇，这儿放了好多的腊肉。然后这边呢就是靠着这个后山的这个山洞，然后在这儿呢住了一个厨房，这边并排的放了3口锅，然后走这边走过来，这里过来呢，咱们就到了它的4楼啊。它的这个4楼呢，摆放有一些桌子，有可能是有一些朋友要到这儿来吃饭啊什么的，他们可以煮一下吧，大概是这样。再从这里俯瞰下面，非常舒服啊，特别是坐在这个桌子这儿，在这儿乘凉吃个饭啥的，然后看到外边的景色，非常的美。那我们这边这个平台过来之后呢，就可以从这一侧从这里走上去。这儿是他们晒衣服的地方啊，还有这边放有一个石磨，要拉什么粮食呢，也在这儿拉。这个呢是风车，可以过滤一些粮食里面的灰尘啊、渣子啊之类的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岩壁呢，正好可以为这个地方遮风挡雨，所以他们在这儿干活呢也不会被淋到啊，真是非常的不错。然后这个崖壁边上呢，这儿做有栏杆，我们这样来看一下，房屋呢就镶嵌在这个洞口，然后这个侧边上来呢，这里还有一片可以利用的地方，可以从这儿走上去。在这儿爬到这个半崖这里来，这个上边又还有一个山洞，就是这个半崖。到了这个半崖之后，这里还有一个山洞，这个不知道能进去多远啊，咱就不进去了。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美呀，站在这个高台上，咱们就可以看到房子镶嵌在这个洞口，然后这里有一条栈道上来，这个上边是不是很舒服？可以俯瞰到咱们下面的一整个菜园，对面的公路、山顶的风车都能看得到。哇，这儿真的是世外桃源一般的享受，特别是这个阿姨她非常的勤劳，可以看到，因为厨房在那边嘛，这个房子顶上的这些岩壁啊，都熏得黑黑的，因为下边要进烟火嘛，要煮饭什么的，所以从这个上边呢也能看得出来，他们在这儿居住的时间可不短了呀。有2层多。你这个园子里面还种了好多的东西。种好多东西。各种水果啊，还有蔬菜呀、豆儿啊，各种各样的都有。哪都有个。也真的是勤劳啊。不种点了光要吃的嘛。倒也是。买呀，有远。
你是外面嫁进来的吧？应该是啊。我是务农的。务农的。你好大年纪了？你看出我要大年纪？我看不出来，50岁吧。60几了。60几了。哦，他也叔叔也可能差不多哈。他才58。他58。哦，你还比他大几岁哈？大12岁哟。大12岁？没得吧？大14岁啊。但看起你也年轻的呀。我年轻了。嗯。你家几个小孩呢？我那边2口。你那边2个是哪个意思啊？我没懂。我牵这个走的。哦，然后再跟着他。哦，这里呢几个呢？这一个儿女。这一个女儿哈。他们来这里住了好多年了呀？他们住了30辈人的。30辈人。4辈人，4的辈人都是31的3的。4的辈人都30多嘞。就总的在这上面，在这里面住了4辈人了嘛。他的女儿是31、30、34了。女儿都有30多了。啊，在这里的女儿。等下女儿是女儿是第4代上哈，那住了4代人，那差不多100年了。那差不多。等于女儿都在家里面搞过农家乐的。啊，他的女儿。啊，他女儿就是叔叔的女儿了嘛，也就是你的女儿了吧？我的女儿在务农家的。哦，你们2个是等于是他这个女儿不是你生的？然后你的2个孩子在务农。哦，这样子的，我明白了。他离婚了的，他现在刚离婚的。哦，他也是前面个离婚的，你正好是前面个走的，然后你们2个组合的家庭哈。哦，这样子嘞。等于他的女儿都在这里开过农家乐的。然后生意不好就没有开了，还是没有坚持吧，我觉得。这个阿姨跟叔叔呢，他们2个人现在真的是太轻松了。这个阿姨姓黄，叔叔呢姓罗。阿姨跟叔叔呢是半路2个人组建家庭的，他们各自的儿子和女儿呢，现在都是成家立业，等于现在呢就是他们2个人住在这个3栋之中。他们2个人啊，现在在这里种着一片地，然后再喂点猪，一年的收入的话，也可以搞个几万块钱。说实话，真的挺让人羡慕的。而且现在是没有任何的负担啊，一身轻松。就他们2个人在这里，过着这种世外桃源般的这种隐居生活啊，真是令很多人羡慕呀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在四川岳池的低坑大瀑布，听说这个大瀑布很漂亮啊。过来拍照打个卡，但是这个好像天空不作美啊，现在在下雨。从它的景区大门进来，要么就坐观光车，要么就步行啊，大概步行20分钟就能到达低坑大瀑布的位置。我是选择了步行啊，看一看这个沿途的风景。这边这一片呢是红枫树林，但是现在不是秋天。所以说，大家秋天的时候再来看这个瀑布呢，应该在沿途会有非常多漂亮的风景。等这一片枫树林的叶子都变黄了之后，是不是很美？你们现在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哈。这个途中啊，还有一个土匪洞，咱们上去看一下这个土匪洞有多大。这个步梯呢，后来修的。这个土匪洞在半悬崖的中间，走到这个上边来呢，咱们也视野比较开阔一点。那个地方看到有一个亭子，再反过去呢，就能看到很好的风景了。景区门口在那边，沿着这条江下来，往下走呢，可能还有10多分钟吧，就到那个瀑布的位置。这个土匪洞洞口还真是小，就这么一点。看一下这里吧，在这个地方守着，还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！而且这片崖壁的话，它是有点反斜度的，所以说爬是肯定爬不上去的。我比较好奇啊，我稍微往里面走2步看看。哇，这个洞内把这个
崖体啊，给弄成了这个石梯。这是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通道进去，这儿呢还弄了一根攀爬的绳子。我在想，就我一个人，我要不要上去看一下？稍微往上走2步，好吧？走到这个口子这里就行了，就爬这个石梯。然后今天咱也没带光哈，他们古时候这个土匪住的也不容易啊，住在这个峭壁之上。进来之后这个位置就比较宽一点，但是可能还要继续往上面走啊。这有个口子没有？我就看一下这个口子吧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天窗，哦，土匪就是住在这个位置的。大家来看一下，它是在这个崖体里边抠出来的一个洞穴，大概有个几平方米吧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它是开了一个天窗口，这边呢从这儿上来啊，这儿的一个狭窄的石缝上来，那么这些石梯呢都是他打的，就是一个石缝。那么进来之后呢，这个位置是自然原生的。然后我觉得这个位置呢是他开凿的，对吧？我感觉是土匪在这里开凿之后呢，然后自己就住在这里。这里有一把刀，可能是当年的这个土匪用的刀。这些应该都是吧，都是他之前用的一些工具。这个天窗呢，就是开在外边的，这里可能是以前用的一些照明的工具啊，还是什么东西啊。它这个天窗口啊，这个口子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为什么要套几个铁链在这里啊？这不知道代表什么寓意。反正这个地方看出去呢，整个环境非常的好，外面的一举一动也看得非常清楚啊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瀑布的地方啊，这个瀑布还是非常漂亮的。这个下边是小瀑布，上边是大瀑布。大瀑布呢，它有130米宽，有60米高啊，被誉为亚洲第一宽瀑布。今天这个下着雨呀，真是坑啊！想飞一下无人机，我估计我要等一会儿，等它雨停了之后再去飞。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呢，也是非常的好看啊，也有点那种丹霞地貌的感觉。然后那个瀑布那边呢，他们也瀑布的内部呢，也就有这个栈道，可以到瀑布内部去。这地方这些石头挺好看的。然后虽然下着雨啊，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在这里来，这个镜头感还是非常好看的。怎么样，朋友们？看起来是不是很壮观？我还要到那个瀑布里面去感受一下啊。而且这个地方的话，拍照、拍视频、打卡是非常好的地方，因为它整个包括河流，包括这个瀑布里边啊，那些石头上呢都有很多的青苔。所以说呢，人站在那儿拍照会非常的好看啊。我说我拿个鸡给你，你拿个鸡给我，你还拿稀稀的拿个鸡给我。我看你们好像还喂了好多蜂子哈。空洞啊，简直没得了！就是这个头发，跟农村有啊，就没得啊。
饿死了。饿死了。哎，这风天天那么落啊，他出去拿不到花，那个雨落久了就把他饿死嘞。哦，这里主要是害怕高很了哈。我们这下啊，我们给害怕高哦，1500钱。你们贵姓了嘛？我姓周啊。你姓周？你们呢？你们贵姓啊？我们姓燕，包儿那个燕。这里原来有几家啊？1家，5家哟，赶紧得自己买房子出去。主要是太难得走嘞。我赶场，我去赶场噻，那要走将近4个钟头才走得拢呢，要会儿弄个上。啊，中间有几家全部搬的哈。也是搬到里了嘛，啊，底下几家就姓杨，我们两姓人就是一个生产队。那你们在这上面现在住些啷个呀？就住点包谷干，也还有4个人嘞。然后再喂点蜂子。蜂子简直没得搞头子。你把这饿了，我们煮点东西吃。饿啊，真的有点饿哎。你们有面条没得啊？有。今天是真的有点饿了，抓了走了几个小时的路。你有面条的话就煮点给我吃也行，你煮饭的话就太麻烦了。有饭也有。煮点面条。这个是老人家他们喂的猪呀，然后这个是腊肉，正儿八经的腊肉，熏的老黑了，看着就想吃呀。你好大年纪嘞，老家？78了。你78了？我哪个看你还要才70岁了啊？78了，我天！78吃79的饭了。哎，真看不出来。看一下这里的整体环境啊，那边有一户人家那房子烂掉了，然后这里也有一户，这边也有，然后加上他们居住的这里，这边总的有5户人，也都是姓燕的，只不过现在只有这2个老人家在这里了。你老家在哪个地方啊？我老家遵义的，但是也都是山里面。遵义的都不远。真的难得走啊，我都看过。你年纪要大点嘛，这个老人家年纪大点喽。山里面的人真的看不出来，看起还年轻，皮肤都好完了，真的。老了要不得喽。咦，那谈话给啊？又不动了。我看你们噻还硬扎得很呐。扎得很。就是这不行了，还硬扎，都饿死了，都推迟了，都哪里都不想去了。7、80岁的呀，你还要走几多远的啊？给身体也遭不住啊。走来回来不行了，累呀。那你们这个就是要吃的任何东西都出去买背起来。买米呀，买喂公喂到一个箩嘞，喂到个箩里嘛。买米那些嘛，就是用骡儿去驮嘎。去买起的话就驮起上来哈。有人拿不来的了啊。人背就真的恼火哎。拿不来的。他饿了，我那做饭。煮点面就行了。你要给他蜂糖啊？耶，你是干点蜂糖来还？我们自己种的蜂子做的蜂蜜。你太客气了。一年取得到好多点蜂糖啊？70斤。去哪又背起下去卖呀？要在屋头来拿呀，就是那种的点钱他来拿的。有些在屋头来拿哈。现在蜂子没有去糖的，现在蜂子损失太大。损失了哈。饿死了，全模糊。我日是不是小罗又来了？他经常来是吧？他来了好久回来。他还干嘛带几人有点路啊？太干。哎呦，谢谢，说你太客气了。管理园地的人来朋友，只要吃东西，不口述是你的。我们这个没有走哪两年赶走上也好的坏的你一见到心。对了，这个人一辈子不容易要过的他。真的。再我搞2瓶酒给你。哎呦，我老天嘞！弄个啷个好的哟！我觉得杯酒都杯够干了。哪个来都人生面不熟的是会记住，何必拿着一斤去了好花哟？没关系，我们自己做酒的酒也不贵，我们呢是经常在外面走的人，
就我知道我们的农村的人都比较好哈，你不能老是给占人家便宜。已经煮好了。好不？哎呀，马上吃面了，真的饿了，真早。我不饿点就不谈了，你吃硬吃点啊。你不问我也要谈，我饿了要走几个小时路转给我不谈啷个行哦？我每次进来这20多块钱。不谈给我跟你说，谈真的要谈。真的是。来，好了，就是那就可以吃直接吃吗？要得，那走完那个行。今天是真饿了，在这个叔叔家吃一碗面哦。我跟大家说，真的走了3个多小时，肚子真饿。你要是今天不在这里弄点吃的，我真的走下去都困难。哎呀，这个老家煮的这个面挺好吃的，加了一些那个糟辣椒。饭的拿起来。哦，饭都不吃嘞，这个已经够了，我吃饱了。价格不够，是不是？出门人就不要讲理，真的不讲理不讲理。嗯，他们这几家搬迁了吧，都已经10多年了，是吧？20年多了。等于就在你们2个老人家住在这上面，都已经20年了，相当于是。20年多了。哦。本来下不来，我都出去做10年的主子，住得小。哦，然后又回来嘞。还是要回来，回来我还要好点点。是，住在山里面呢，最起码生活不愁。我们的这些嘛，少用好多钱。嗯。燃烧就捡到了。啊。财经钱捡到了，肥料钱捡到了，光照点电费，电费的话，我们就是光照个灯开个电。嗯。我1个月几块钱的电费，大些估计1个要200，你还要付时间整。是。那说你们搬来这儿来住好多年了呀？老主人搬来这个地方来了。啊，9代人了。 200多年。那你们这点已经的200多年了，应该出去有好多人噻。就是那个人些不发现。你喂的鸡要多多啊？会等于10多个钱。回来是自己搞来吃哈。哪个弟弟？老哥挺苦，我在那的老友。哪个弟弟？我看一下。哪个几公斤？我一样，我有没有？你看你送我啷个做了？我送你那个小意思。小意思。千里路上送好嘛，你请人你送。哎，你这个话讲得很好听。真的。哇，这是个下死狗，下死狗拖上别的东西去把眼睛都吓一遮。吓死狗。他不能跟业主那个对干。这业主把老朽工都干了。他一干都敢告业主。是狗啊！他当就要搞不赢了，就把头狗。我这还年轻10年，我这房子我要动过的，现在算了，娃儿那些走的。他也不在这里住了呀，你还动那些抢用嘛？对。但是我跟你讲哦，虽然你这儿现在不通路，但是未来10年，汽车可以在天上飞了，这就有用了。在天上飞噻。你现在就有了，再过10年这个技术全部成熟了之后，它不需要有公路嘞，你这个地方把爸爸走哈，车子是换3条就飞机上来嘞。哎。现在的科技好发达。对。国家发达。他能够做人不还上他个车子啊？那肯定做人哪不做人哪开不哟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叔叔他们这里居住的地方，环境真的非常的好。我也跟这个叔叔讨论了一下他们居住的这个地形啊，然后我们从这个航拍的镜头来看呢，比较清楚啊。这个房子你手头起的吗？是哪个起的啊？哎，就是我手头起了，不懂。起的时候不懂哈。你的时候不懂，是懂了我把这个房子啊，老公说拆了干那个耍子，把拆了房子就往这头，
连过来就往这个方向走走就好。对对对，就剩砌房子的时候也不懂哈。就是不懂。老杨，我先走了，你还忙啊？不行不行，我先走了，我要下起雨嘞。感谢了哟，吃了你们家的饭呐。那得抢弄给他那，你不踩别人到媳妇来耍。好好好。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给告诉你。要的，我把你电话号码陈也给。我说我哪个几个你？你拿个几个我，你还拿稀稀的拿个几个我。啊，我走了，哎呀。你慢走。嗯。到时让俺一出踩别嘛又来耍。要来要来要来。感谢了感谢了，今天。好，我走了走了，水。拜拜拜拜。这两个老人家太客气了，到他们这里吃了饭，他还要留我在这里住宿。那个叔叔呢，还一直跟我说要拉一只鸡给我带下山。哎呀，我说我怎么拿嘛，对不对？我也不可能要他的。他们在这里居住的时间不短哦，祖辈就在这里居住，已经有9代人了。那么算下来呢，已经差不多200年的时间。那么现在呢，他的大儿子呢是在城里边。你们看啊，这两个老人家呢，他们的精神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。这个呢，得益于常年在山里面劳动，包括这里要进出山呢，每一趟都要3-4个小时。那么现在他们两个老人家呢，是养了有4个牛，有养过年猪，然后我有一个马。喂马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下山赶集的时候呢，好驮东西啊。他们呢年龄现在比较大了，要是背着物资走3-4个小时呢，肯定身体是吃不消的。我出去步行探访呢，走了很多的地方，但是这里呢是目前我走的最远的地方。你从山脚下要来到他们这里啊，就算你马不停蹄的走，你也要走2个小时。这个上边啊，整个都是风景如画。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无人机在中间这一条山脉，左边这里呢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叫双叉岩，然后右侧呢这个地方叫范正山。范正山呢以前是非常出名的，香火旺盛啊，上面有寺庙，但是后来呢这个寺庙没有了。可以说整个这一片地方呢真的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呀。可以说这个叔叔呢真的代表我们大多数山里人的这种淳朴和好客。你看阿姨在跟我煮面条的时候呢，他刚回来就马上去把这个蜂蜜拿过来弄给我喝，对人真的是太好了。这个叔叔家呢也喂了很多的蜜蜂啊，应该在冬季的时候呢他会取蜂蜜。如果朋友们要这种原生态的蜂蜜的呢，下半年的时候咱们可以组团到他这里来玩，到时候先跟他电话联系，到他这里来呢搞只鸡来炖来吃了再下山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到了下边杨家这几栋废弃房屋这里了，2个小时的下山路啊，想想都够累的。看到这里了，你们就难道不点个赞，不关注一下吗？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